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HIIT 高强度间歇性训练。高强度间歇性训练从2010年开始逐渐火起来，已经成为当今健身界最热门的训练方式之一。HIIT 以高效节省时间的特点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种运动方式。作为一种独特的训练方法， HIIT 结合了高强度的运动和低强度的恢复期，从而在短时间内实现显著的训练效果。但是当下99%的 HIIT 训练者所使用的训练方法并非真正的 HIIT。那么今天我将深入探讨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的原理和优势，以及如何为自己安排一个有效的 HIIT 训练计划，帮助大家深入了解这种训练方法。首先我先来解释一下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HIIT。H 代表 High，也就是高，第一个 I 代表 intensity， 也就是强度，第二个 I 代表 interval， 也就是间歇， T 代表 training， 也就是训练。那么一个 HIIT 训练是如何安排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标准的 HIIT 训练的基本构成。每一个 HIIT 训练都有一个主要训练内容和一个辅助训练内容。主要训练内容根据你的训练目标可以定为提高肌肉爆发力、提高力量、提高肌肉体积、提高肌肉耐力等等。既然是高强度，所以把握强度是最重要的。以抗阻力训练为主要训练内容，强度应该安排在 75% 到 90% 的最大负重，也就是每组可以做4至10次训练。以有氧训练为主要训练内容，强度应该安排在最大储备心率的 70% 到 90% 之间。辅助训练内容就是安排在主要训练内容之后立即做的有氧训练，一般会安排低强度有氧训练，也就是小于最大储备心率 50% 训练强度的。因此一个主要训练内容加上一个辅助训练内容之间不安排休息时间，两个训练内容依次循环进行，做几个组合就形成了一个 HIIT 训练。举一个胸肌的 HIIT 训练的例子，杠铃卧推使用 10RM， 也就是 75% 强度的负重做8至10次，然后立即跳绳1分半钟，这样组合训练6组，这就是一个以杠铃卧推训练胸肌的 HIIT。 同样，如果是安排有氧 HIIT 训练，那么主要训练内容要安排高强度有氧训练，辅助训练内容则使用低强度有氧训练。最常见的就是间歇跑，例如使用时速12公里的速度快跑1分钟，再使用时速7公里的速度慢跑2分钟，这样组合训练7至10组，这就是一个高强度有氧间歇性训练。通过刚才介绍的抗阻力和有氧训练的例子，你可以发现，你可以根据自我的需求安排任何训练目标和动作做组合。在安排 HIIT 训练时，主要训练内容的时间应该控制在6秒到2分钟之内，一旦超过这个时间，必然脱离了高强度的范围。持续2分钟以上的运动，利用的是有氧氧化功能，属于低强度训练。辅助训练内容的时间应该是主要训练内容时间的2至20倍。例如刚才提过的间歇跑，快跑1分钟，慢跑2分钟，你也可以安排最长20分钟的慢跑。不过你是否感觉这个时间太长呢？ HIIT 训练被很多人使用，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呢？第一，因为是高强度训练，所以一次 HIIT 训练的时间一般安排在20分钟之内，这就决定了 HIIT 的时间效率高，用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大化的训练效果，也就是利用一个训练站的时间达到2种以上的训练效果。第二，又是因为高强度训练，所以减少了 90% 的训练量。在训练原则和训练强度那几期视频中，我讲解了训练强度和训练量的关系。训练强度越大，训练量就越低，因为训练量一旦多了，训练强度就无法保证。这很容易理解，你在训练的开始阶段肯定有更大的力量，练了10分钟以后，力量就会降低，训练强度也就降低了。所以想提高训练效果，主要通过提高训练强度，而不是增加训练量。第三， HIIT 可以用于抗阻力和有氧训练，任何训练目标都可以通过安排正确的 HIIT 来满足。第四， HIIT 对于血压的调整以及运动中身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有促进作用。
因为 HIIT 以高强度训练为主题，配合低强度训练，所以主要使用磷酸原和糖酵解功能，因此对于葡萄糖的利用有提升的作用。最后 HIIT 可以增加训练中以及训练后的热量消耗，帮助减少脂肪。这是因为 HIIT 可以提高过氧消耗，也就是 EPOC 的持续影响能力。在高强度和低强度有氧运动哪个更减脂的那期视频中，我解释了 EPOC 也就是过氧消耗的概念和利用。不了解的小伙伴请出门左转，必须要先了解过氧消耗，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 HIIT 为什么会被认为是高效的训练方式。通过刚才的介绍，我想大家一定对 HIIT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，也会发现其实 HIIT 的训练设计基于肌肉功能系统、训练强度等等很多训练理论基础上。对于这些训练基础理论不了解的小伙伴，请仔细去观看我以前发过的相关视频。虽然这些视频中的内容会让你感觉有些难、有些无聊，但是这些训练理论可以奠定你的训练思路。不了解这些，你的训练就会随波逐流，浪费时间、浪费金钱、浪费精力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高强度间歇性训练 HIIT 是由高强度训练，也就是训练的主要内容，加上低强度有氧训练，也就是训练的辅助训练内容组合在一起的训练模式。它可以提高任何你想要发展的运动能力，包括提高爆发力、提高力量、提高肌肉体积、提高耐力等等。HIIT 的主要训练内容应该保持高强度，训练的时间应该控制在6秒到2分钟之间。辅助训练内容应该保持低强度，训练的时间是主要训练内容时间的2至20倍。HIIT 的优势是可以节省时间、减少训练量、优化葡萄糖的使用，创造更高的热量消耗。了解了 HIIT 的基础内容，我将在以后的视频中给大家讲讲 HIIT 常见的错误。因为在视频的开头我就讲过，99%的人并没有做对 HIIT， 也就没有获得 HIIT 带来的好处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